为了给装病的白月光出气，老婆将滚烫的粥泼在我身上。她眼神厌恶。阿景生病，海鲜过敏，你是故意想害他？真是和你农村的爹妈一样，上不了台面。我的腿因此永久地留下了可怖的伤疤。他却和白月光拍起了婚纱照写真，甚至纵容他撞死了我等同家人的陪伴犬。一个畜生而已，你个大男的能不能别无理取闹？我看着他和白月光同款的戒指，转头同意了博导的外派任务。老师，我考虑好了，我接受出国外派，明天就可以出发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热粥带着瓷片划破小腿时，我还来不及站起身，直到王妈的尖叫响彻不大的客厅，才堪堪反应过来情况。我熬了一上午的海鲜粥已经在地上糊了一片，混着海鲜的腥味和热腾腾的蒸汽。而我的老婆林心瑶双手抱胸站在一旁，冷笑出声：顾川，你装什么装？一点粥还能伤成什么样？阿景生病了，你专挑他过敏的海鲜，不就是故意嫉妒他？他说的言之凿凿，志在必得。可我只是满脸茫然，因为发信息要吃这碗海鲜粥的是他。现在那条简讯还躺在我衣服的侧兜里，剧烈的烫伤疼痛让我额头冒出虚汗。滚烫的热粥刚端出来不到2分钟，温度高达上百度。我咬着牙拿手机放到他面前，我没有给他送过任何东西。我煮这个是因为你发的信息。王妈也连忙帮腔：是啊，这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？太太，这个粥不是你一早说要吃的。可下一秒她被打断了。林心瑶像是被激怒般抬高音量，直接将我的手机打翻在狼藉的地面。顾川，你装什么无辜？还有王妈，你也跟着他撒谎是吗？你不会以为我会相信你伪造的这破烂吧？呵，这可是阿景亲口告诉我的。他不像你和你的农村爹妈上不了台面，竟会搞些下作手段。桌上其他的菜肴被林心瑶阴阳怪气的一起甩在地上，飞溅着破碎在我的脚边。我只觉得心不断下沉，胸腔几乎喘不过气来。7年，我和林心瑶已经结婚7年了，换来的就是这样的诋毁和辱骂。我咬紧牙，忍住腿脚传来的阵阵刺痛。我再说一遍，我什么都没做。林心瑶，你不许侮辱我的父母，你没资格。我一直都知道，林心瑶有个自小相处的竹马，两人亲密无间，甚至依照父母意愿定了娃娃亲，只等他们成年便喜结连理。可后来那年，林家遭遇变故破产，唐家立刻找理由退了亲，将唐景成直接送出国，两人就此断了联系。所有人都觉得林心瑶应该是恨唐景成的，所以才会这么多年一提到他的名字就生气冷脸。没有人想到7年后唐景成还会回来，而且第一个联系的就是林心瑶。我想让他干脆就别去，被林心瑶白了一眼。我就去，我倒要看看他现在老婆是谁。你是我男人，你不去，别人会怎么想我？你能不能有点脑子？林心瑶一向是这样，嘴里不饶人。我只当他是不甘心当初困境被抛下，想再见面彻底了结，却没看到他当时眼底闪过的嫉妒与气愤。他从来没有放下唐景成，也同样从来没有接受我，所以这个原本普通的会面，就因为唐景成的一句已经离婚，变成了鸿门宴。7年前他是富家公子，7年后他仍然俊秀，一双桃花眼，深情缱绻。一见面，他毫不避讳地将林心瑶拥入怀中，
口中甜言蜜语，宛如他们不是相隔7年的前任，而是一直如胶似漆的夫妻。他说后悔，说当年是父母逼迫，迫不得已，其实心里一直有林心瑶。国外幼娶也是父母张罗，他一直不愿，这回是特地从国外跑回来，怕留下误会，想不留遗憾。林心瑶脸上的生硬冷漠消失了，甚至听到他说生病，着急的直接扑到他身上。你胡说什么？什么死不死？我从来没有怪过你。我伸手想将他们隔开距离，被林心瑶打开手，他眼底全是不耐烦。你恶心不恶心？心眼比豆子还小，防贼呢？他说他生病了，我是医生，近距离看看不行吗？可唐景成已经顺势将林心瑶拦腰抱住，眼神看向我，里面清晰的嘲讽一闪而过。瑶瑶不生气，总之都是我不好，害得你迫不得已要嫁给不爱的人。瑶瑶，只要你愿意，以后我一定把一切都不给你。这充满误导和挑衅的语言，让我只觉得一股热血直奔头顶，胸口忍不住剧烈起伏。所有路人投来或怜悯或嘲讽的眼神，我握紧拳头，想在林心瑶脸上看出一丝丝的反驳。毕竟经历了7年风风雨雨的是我和他，不是眼前的逃兵。却只看见他满眼的冷漠和不耐烦，说这些乱七八糟的干什么？你不能受风，先回家。两人互相搀扶着远去，我一个人被远远甩在身后。托给林心瑶的大衣已经被他披在了唐景成身上。门口冷风阵阵，我穿着单薄的卫衣，像个可笑的小丑。回到家，林心瑶难得心情很好，她哼着歌，来回换着衣裙。转头看到沙发上的我，直接凑过来拉我的手，语气好像商量，又好像通知。我把阿景安排在我们医院了，周围医院都满了。我们是老同学，也是老相识，于情于理我总该照顾一下。我神情冷淡，没有回答，只是裹着毛毯，喝着姜汤。林心瑶立刻有些不耐烦地皱起眉头，你什么意思？你不会觉得我们有什么吧？顾川，你心思能不能别这么龌龊？呵，不管你了，烦死了。这2天我要加班，就不回家了。关门的巨响夹杂着清脆的高跟鞋声远去。王妈从厨房出来，先生，你高烧退不下来不行呀。咦，太太出门了吗？不然可以让太太看看情况。可林心瑶早就离开，甚至根本连我是否生病都没有注意到。我苦笑一声，王妈，我没事，你去忙吧。有朋友打来电话，川哥，我去，你没事吧？心瑶姐突然动用特权，给上面要了个豪华病房。上回你出车祸，她都没要，你不是出什么大事了吧？朋友声音透着焦急。我只是喝下最后一口姜茶，感觉从心到胃都苦成一片。我没事，放心，那病房不是给我的。7年里，我们有了很多共同朋友，很多人知道前2年我在路上出过的一次车祸，连环车祸，我的车夹在中间，当场头破血流，下半身甚至一度麻木，没有意识，还并发了肠痉挛，疼得脸色发白。可医院床位紧张，一时半会排不出我的床。有人好心小声提醒他，医院对医生家属有福利，他提前给那边说一声，给我安排一个就好了，不然一个人在楼道，既要吹凉风，还可能加重病情。当时他怎么说的？他满脸不耐烦地训斥那个同事，你胡说八道什么？所有的病人都得排队，别动不动搞特权。他疼，哪个病人不疼？又疼不死真矫情。而现在唐景成轻飘飘一句生病，甚至不需要查证，就被林心瑶心疼的亲自给安排了豪华单人房间，身体麻木的有些干涩。
我心里一阵讽刺。所以说，原来爱不爱真的很明显。被爱情蒙蔽时，我看不见；现在这层感情的蒙眼部逐渐消失，一切区别对待都变得无比明显。我从小的陪伴犬金毛一直习惯趴在我脚边睡觉，事发突然，飞溅的热粥也泼了不少在它身上。动物的痛感神经比人类还要发达，它疼得开始乱窜，试图甩掉身上沾附的热粥，竟然误打误撞跑到了林心瑶身边。他大叫一声，不耐烦地一脚踹过去：“死狗，真不知道你为什么非要养只畜生在家里。”转头又厌恶地看向我：“我告诉你，顾川，你也不用耍无赖死不承认。我说你父母又怎么了？他们不就是农村的，又脏又恶心。我告诉你，立刻滚过去给阿景道歉，别逼我和你离婚。”王妈眼看劝不动，越来越着急，只能赶紧说我的情况需要赶紧上医院。眼看我伏在桌上大口喘气，脸色越发惨白，林心瑶不自在地皱起眉头，终于她不情愿地开口：“真矫情，好吧那。”一道声音突兀响起，是特别关心的提示音：“瑶瑶，嘿嘿，那个过敏，你千万别因为我和川哥生气，他可能就是太嫉妒我们关系好了，下回见面我给他道个歉就是了。”唐景成的声音传出来，他咳嗽着，语气透着低落和委曲求全，满是苦涩，却每一个字都在将我定在没做过的事上。虽然他故意想拿过敏的粥给我喝，算了，瑶瑶，他真对我没关系，只是瑶瑶你不要为我伤了和气。我来不及解释，林心瑶原本的一丝犹豫瞬间消失不见，转而变成对我的嫌恶。你说什么呢？明明是他小肚鸡肠，心脏恶心，这次你大度原谅了你，可下次别怪我和他离婚。门被巨大的力道摔上，手机弹出新消息，唐景成语气充满戏谑：“川哥呀，不好意思，那条信息是我大冒险输了，拿瑶瑶的手机给你开了个玩笑，不过谁能想到你这么听话，哈哈。不过你也别太计较，毕竟他只是太担心我了而已。”原来是这样，原来这一切只是他的游戏。他和我的妻子是游戏里相互深爱的男女主角，我这个原配只是他们感情升温中的一环。我竟然不再感觉难过，甚至麻木的有些想笑。那恭喜啊，毕竟你廉价又白搭，这么喜欢别人的妻子。没事，爸爸让给你。发完我不再顾忌对面气急的发怒，直接将人拉入了黑名单。打出租来到医院处理伤口到深夜，医生说因为比较严重且送医不及时，会留下很大一块疤，还需要住院几天。我一一应下，我没选择去林心瑶在的中心医院，而是选择了旁边的一家普通3甲医院，委托好王妈将在宠物诊所的毛毛照顾好。我将这件事理清打包发在朋友圈，顺便将离婚协议也加在里面，却得到了唐景成回来半年后林心瑶对我的第一次秒回：“顾川，你有病啊是不是？你胡说八道什么？阿景怎么可能故意挑拨我们关系？是不是你找人伪造的？你知不知道你把这些东西发出来对他的影响有多大？你这个人能不能不要这么斤斤计较，整天婆婆妈妈，跟个泼妇一样，拈酸吃醋，有意思吗？我告诉你，少拿离婚威胁我，我可不就是有病吗？现在都病到医院住院了。”我苦笑着，感觉真是讽刺。所以其实林心瑶已经发现我说的是真的了，她就是要维护唐景成到底。有共同朋友担心的来问情况，小心地透露林心瑶最近在和唐景成拍婚纱艺术照，传的哪都是。我只是笑笑一个字也不多评价，
可林心瑶却又生气了，她愤怒地发过来语音：顾川，我最后给你一次机会，滚过来给阿景道歉，你不来，我就和你离婚。我盯着信息，猛然觉得这段7年的爱情很空洞无趣，我不想要了。林心瑶，如你所愿。对面沉默了1秒，似乎有些慌乱起来。你什么意思？我忽视着，继续掷地有声：我们离婚。林心瑶气急了，她怒骂着放下狠话。这次如果我不是3跪9叩去求她，然后当着所有人发朋友圈给唐景成澄清，并说明一切都是我的胡编乱造，就真的要跟我离婚，谁来劝都没用。可我这次根本也没想着劝，我哄他哄了7年，现在只感觉没意思极了，将他和唐景成所有联系方式都拉黑。我联系了曾经的导师，告诉他我愿意加入他公司做事。小老头沉默了2秒，小川，你不会再拿我老头消遣吧？你以前不是我怎么说都不愿意吗？我自嘲地笑，谁没有年轻天真的时候？我现在愿意了，只要你同意，立刻上岗。学校时我成绩很好，甚至因为一些项目和学校博导相处融洽，他一直拉我毕业就去他那工作，薪资高，升职空间大，但是会非常忙，并且时常需要出国工作。那时候林心瑶惶恐不安，抱着我哭，说怕我出国了就像他未婚夫再也不回来。我心疼极了，咬牙拒绝了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。可现在，我再也不可能为了任何人放弃自己想要的。小老头开心的不行，再三和我确定后，当场派给我一个出国的外派单，委托律师去谈判离婚后，我没有再关注林心瑶和唐景成的动向，只专心处理需要的资料。重新拾起自己以前的专业知识，直到登机前1天，我带着烫伤刚好的毛毛，拖着行李前去宾馆，却看见了眼眶通红、嘴唇颤抖的林心瑶。你在这里干什么？他们说你要去外国工作，你为什么不和我商量？我面无表情挣开他，离婚协议没意见就签了，我去哪里都和你没关系。林瑶愣住了，似乎不敢相信我的冷淡。我不想纠缠，直接继续往前走，却听到了一阵刺耳的轮胎摩擦声。下一秒，毛毛将我扑到一边，他的哀嚎声和林心瑶的尖叫声混在一起。唐景成不紧不慢地从车上下来，却故意装出一副焦急的模样。哎呀，川哥，我不是故意的。幸好只是撞到一只畜生啊！我已经什么都听不清，站起来跪扑到毛毛身边，他倒在血泊里，看着我尽力虚弱的呜呜着，好像在劝我不要担心。毛毛是我从5岁就养的陪伴犬，对我而言和亲人没有什么两样。我脑子已经乱成乱麻，直接猛地甩开挡着我视线的唐景成，拿起手机，飞快地联系宠物医生。林心瑶从惊吓里回过神，连忙去扶他，看着我皱了皱眉头：顾川，你别太过分了。阿景说了他不是。他的话被打断。我的朋友和4年同窗冲过来：你大爷！林心瑶，你脑残啊！他是不是故意的？你看不出来，还是你看不出来他是装病？林心瑶，顾川这些年对你的付出，你都他妈瞎了是吗？听到这么直白的话，唐景成眼里闪过一丝慌乱。你胡说什么？他说不出什么，竟然一咬牙，直接开车逃离了。林心瑶已经愣了，眼睁睁看着被抛在这里，而我看他的眼神已经不知何时变得如陌生人般冷漠。他不可置信地退后2步，喃喃：不可能，什么装病？怎么可能？阿川，我只是……像是突然大彻大悟，林心瑶过来试图抓住我解释什么，可我早已经再也无心
和他再有任何交集，直接甩开他，径直离开。整个人是从来没有过的冰冷疏离，布满灰尘和血腥气的公路上，留下林心瑶僵在空中的手和骤然通红的眼眶。毛毛在宠物医院躺了3天，还是没有抢救回来。医生说他年纪大了，因为腿上有伤，将我扑到一旁后，直接整个被车撞飞了出去，里面内脏已经破碎，出了满腹腔的血，实在救不回来。我抱着他，80斤毛茸茸的他变成了小盒子，轻得我不敢用力。一切发生得太快，好像一场噩梦。我只觉得眼泪都掉不出来。平复好情绪后，我回了趟和林心瑶的家，将墙上的婚纱照烧掉，收拾了所有自己的东西，将房子直接挂网上售卖。这套房子是我母亲当年于心不忍留给我的。当年她病危，仍在担心我。小川，妈妈不是不信她，是太担心你。妈妈不在了，以后你要好好爱自己。毛毛通人性，当时呜咽着去蹭妈妈的手，像是挽留，而现在他们都离我远去。当年我没有听他的，现在这把回旋镖正中心脏。父母的墓地一侧有片小小的狗尾巴草地，我把毛毛埋在了那里。看着风吹起来，所有的狗尾巴草都迎风摇晃，好像里面也有我的毛毛。乐呵呵吐着舌头，拼命朝我摇着毛茸茸的尾巴。朋友是被博导派来接我的，出了这种事，他气得火冒三丈。当年我们一个宿舍，博导本来是计划将我们2个都招进去，这是一个多么好的发展机会。林心瑶却哭哭啼啼拦着我不让我去。当时他劝我，如果2个人真的相爱，只会希望对方越来越好，怎么可能会阻碍对方的发展？这不是爱，这只是一种自私的索取。我一向是个理智的人，可一旦面对林心瑶，我就会摇摆不定。他不愿我错过这么好的机会，一直苦口婆心，还因此被林心瑶撒娇。他是不是对我有意见呀？阿川，我不喜欢他，我觉得他心理变态，看不得我们恩爱，所以总是想拆散我们。你以后也不要和他玩了好不好？当时我严肃告诉林心瑶，我的同学的确是好心，可以不喜欢，但不能这样诋毁。考虑了很久，我还是谢绝了他的好意。我愿意相信林心瑶，不管是表现出来的还是内心，都只是有些小孩子脾气。只要我们2个相爱，总能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。而现在，我抱紧毛毛的骨灰，一言不发。朋友机不可闻地叹息一声，担忧地看着我，最后只是默默为我虚掩上了门。我周围的朋友已经炸了，我和他们或许相识于5年前、10年前，但无论是什么时候，我的身边都跟着笑得非常憨厚的毛毛。就在我和家里闹得最凶的时候，都是抱着他过来的。而现在他被恶意撞死了，被我老婆的白月光。林和瑶不知道怎么找到了我暂住的朋友家，我没有开门，听着他在外面的声音，从指责着解释变成慌张。后面他苍白着脸，哭得眼眶通红。阿川，你说过会永远陪着我的呀，你忘了吗？不堪其扰的邻居将他赶走了。最后一句，他带着哭腔对着屋里喊，等我一个回答。可我没有忘，从始至终忘了承诺的都不是我，忘的是他。第一次见林心瑶时，他刚来大学，被偷走了钱包，对方反而倒打一耙，他无依无靠，在路边哭得浑身颤抖。所有人旁观着，指指点点，眼神怜悯，却都没有上前。我路过，转头正好和他哭红的眼睛对视。那天我的头被暴怒的混混用砖头砸出个洞，路人都吓得尖叫乱窜起来。我硬咬着牙，顶着满头血，拽住人，等到了警察，自己在监护室躺了3天。
谈恋爱后，他告诉我，那个钱包里是他剩下的最后的钱。他家里破产，之前的所有朋友都联系不上了，甚至未婚夫也将他拉黑。如果不是我的挺身而出，他甚至可能会走极端。那个冬天很冷，他看着我的眼睛蓄满了泪，甚至有些惶恐不安，问我：阿川，你会不会也因为这个离开我？我什么都没有了。我心疼，将他抱进怀里，把身上的衣服脱下来披在他肩上，坚定承诺：不会，我永远不会。那时候我家里也没钱，为了帮他还债，我开始兼顾许多兼职，早午晚时，风里来雨里去，甚至落下了头疼和胃病。父母听说后大发雷霆，坚决不同意，让我不要昏了头扎进去。我梗着脑袋不松口，气得父亲说要和我断绝关系。他身体不好，去世时还在生我的气，让母亲不要通知我，却又暗地里让他多贴补我的生活。毛毛就是他童年送我的狗，他工资不高，花了2个月工资才买下，只因为我喜欢。他总说我喜欢就买，做爹的就担心孩子活得不高兴。那天我在工地向南跪拜，哭自己不孝，可我没有后悔过自己的选择，因为我觉得林心瑶值得。后来终于还清了债，林心瑶也成功毕业，当上主治医生。那天我们喜极而泣，他眼眶通红，为我擦去额头的汗，说：阿川，对不起，我亏欠你太多，以后我们永远在一起，我会治好你所有的病痛，什么也不能让我们分开。而现在，我只后悔年轻气盛，没在最好的年纪回家给父亲带一瓶人参酒，告诉他儿子错了，真的知错了。朋友做事向来很严谨，他拿出了相应的证据。林心瑶和唐景成大吵了一架，没有人想到唐景成回国后伪造了病历，还收买了一个护士为他谎造病情，只是因为别人告诉他，只有面临死亡才能让人无条件原谅。当年他瞧不起林家破败，拉黑了林心瑶，可现在唐家濒临破产，他是个典型的二世子，在国外每天都挥金如土，是个只有空壳子的绣花枕头。林心瑶现在有所成就，而且7年里哪怕这么多风风雨雨，也被我护着养得白白净净，娇贵无比，又对他一直痴心放不下，自然成了他回国盯上的第一个对象。而其实这件事是很容易查出来的，明明林心瑶自己就是个医生，却没有发现。明明说生了重病的唐景成面色红润，中气十足，或许说他可能发现了，可他潜意识里就在帮他撒谎逃避。现在事实摆在面前，他情绪崩溃，和唐景成争执不休。他也不是多么在乎对我的伤害，只是不能容忍其实一直在被当傻子欺骗。而唐景成一开始百般不承认，还企图用花言巧语骗过去。可伪造病历、占用国家医疗资源是违法行为，一旦被曝光，这种行为很快被检举揭发。唐景成转而开始对林心瑶说，一切都是为了他，只是撒了个无关紧要的小谎。我抱着毛毛的骨灰，仔细盘查了当天的监控，看到唐景成向我撞来时脸上满满的恶意。他曾经故意哄骗林心瑶以配偶身份为我购买了高额的人身险，如果我意外致死，他和林心瑶正好顺理成章地在一起，拿到这笔巨额的钱。却没想到半路被我的狗阻拦，他的父母也出来叹息着告诉他，唐景成从林家破产就立刻主动提了退婚，还说了很多难听的话。他们是怕林心瑶太过难过，才说是唐家父母要求退婚。林心瑶彻底情绪崩溃，唐景成发现装不下去了，干脆直接撕了面具，
不耐烦地将抓着他胳膊要说法的林心瑶推倒地上。你啰里啰嗦什么？要不是你一直磨磨唧唧，我怎么可能误打误撞对个畜生下手？你不就是一直放不下我，又舍不得这个老实人对你这么好，这也要那也要？林大医生哪有那么好的事？唐景成阴阳怪气，林心瑶像被当场定在原地，他张口结舌地倒退2步，眼眶通红。所以你一直在骗我，所以当年你眼见已经捞不到好处。唐景成破罐子破摔，语气嘲讽：当年当然是我把你拉黑的，你也不看看自己，哪点配得上我？我父母劝我多少帮你一下，我直接拒绝了，直接把你删了，就是因为觉得你不配啊。就说这次我回来，你一个结婚了7年的老妇女，整天就只会做那些美梦，你还以为自己魅力很大吗？实话告诉你，老子国外的婚也没有离，只是想着从你这捞点好处。林心瑶跌倒在原地，唐景成跑了，当天带着林心瑶所有的资产跑回了国外。林心瑶对他向来是不设防的，所有就连密码盒里那些金银首饰也被席卷一空。他甚至卷走了林心瑶手中保管的医院公款，数额巨大。林心瑶还不上账，被告上法庭，他慌张起来，房子也被查封。网上对这件事的舆论瞬间热火朝天。他走在大街上，感受着各种鄙视嘲讽的指指点点，恍惚又想起了我。当年他孤立无援，我顶着满头的血将钱包塞到他的手中，阳光灿烂。他真的恍惚以为这是上天派来拯救他的骑士，可后来他还是迷失了初心，办好一切事。我和朋友在候车室候机，我将毛毛的骨灰一半葬在草坪，一半放进胸前的项链容器里。5岁时我走到哪他会跟到哪，现在我走到哪也都会带着他。林心瑶和唐景成后面又发生了什么，我也根本不在乎了。发生了这种疑似蓄意杀人骗保的行为，林心瑶作为参与嫌疑人被公证和我脱离了婚姻关系。可笑的是，7年来总是把离婚挂在嘴边的人，却哭得撕心裂肺。在座椅上假寐时，林心瑶闯了进来。她看上去状态很差，向来金贵冷淡的一个人，满身疲态。看到我，她的眼圈立刻红了，扑过来抓住我的手。阿川，我错了，我只是一时被蒙蔽了，你原谅我好吗？你说过会永远陪着我。朋友在旁边简直要被气笑了，上前想替我出头，我拦住他，将林心瑶拉出休息室。他眼底升起一丝希望，扑过来想抱我。我就知道阿川你不会放弃我的，我发誓以后一定和你好好的。我面无表情，和他拉开一定距离。我是爱了林心瑶很多年，可是再多年，该舍弃的东西我也不会再留着，就像沉没成本不计在重大抉择。我爱他，可这份爱是有时效的。在他为了唐景成的玩笑将热粥泼在我身上，在他维护纵容唐景成害死我的陪伴犬时，我对他早已再也生不起丝毫爱意。我们已经离婚了，如果你觉得公正不够，我们可以再签订一份纸质协议。我的语气冰冷，眼里再也看不出昔日对他的宠溺。林心瑶泪流满面，止不住地摇头。对不起，我只是一时糊涂。毛毛，我再去宠物店帮你找一只好吗？不管什么，我以后都会尽量弥补你。你以前对我最好了，再给我一次机会好吗？我心里泛起阵阵恶心。原来他不是不知道，也不是不清楚我的付出，他只是理所当然接受我的好，又对他们弃之敝履。而现在当一切离他而去，他又觉得我才是那个唯一只是爱他的。
可我现在也已经不爱他了。抬手叫了保安，我转身毫不犹豫地离去。后来林心瑶不知道怎么样，或许是抵押了这些年努力获得的所有知识产权，又或者是其他什么，总算还清了那些债。唐景成在国外挥霍完了那些钱，竟然还敢回去找林心瑶。他认定这个女人对他情根深重。是啊，毕竟几年前还可以为了她和相恋7年的丈夫反目，一次背叛而已，几句甜言蜜语完全可以哄过来。他是这么想的。可惜这几年完全和那7年不一样。那7年我吃再多苦，也要给他好的条件，将他养得温室花朵一般，白白净净，娇贵任性，不知人间疾苦。而这几年，他因为公款问题的巨大失误，没办法从事医学行业，巨额的债务让他不得不打许多工。像当年的我一样，美丽冷清的容颜变得憔悴，神情变得麻木。看到唐景成，他眼里已经全是恨意。国外对他的抓捕不好开展，而现在他自己回来自投罗网。林心瑶将这些年拼凑出的证据一起交给警方，将唐景成送进了监狱。最后一刻时，唐景成还神色癫狂：“你个贱人，敢算计老子！你不是说你最爱我？你不是瞧不起顾川才忘不了我，才和我混在一起吗？老子现在就算花你点钱，又怎么了？你吃了顾川那么多年软饭，还背叛他，你有什么资格这样对我？”他的话不知道哪一句激怒了林心瑶，他冲过去疯狂和他扭打：“你闭嘴！你没有资格，你没有资格跟我提他。”这些都是后面朋友给我转述的了。国外工作的第3年，我终于重新找到了当初应该走的轨道，游刃有余地谈下一个又一个的大项目。闲暇时间我也会旅游，走过祖国的大好河山，这些巍峨形状的自然壮观景色总能抚平我焦躁的心情。毛毛也一直陪着我，有风经过，项链被吹起来了，又像是那只可爱的小狗在摇尾巴。番外，几十年的光阴眨眼而过，我在自己得心应手的领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，也按部就班和互有好感的同组研究员结了婚，共同携手相伴余生。当我100岁那年昏昏沉沉睡过去，再度睁开眼，清脆的蝉鸣回响在耳畔，一个年轻姑娘的无助哭声传过来。我愣怔着转过头，看到18岁的林心瑶红着眼眶，穿着白裙子，无助哭泣着。围观者都指指点点，但都没有上前一步注意到我的视线。林心瑶期盼的眼神转而投向我，凶神恶煞的混混也捏着转头，凶狠地看向我。我摸摸脑袋，那个未来会让我在无数雨夜疼入心扉的伤口还不在，那个总会冷冷地看着我，然后毫不犹豫转身关心唐景成身体如何的林心瑶也不存在。一切都是全新的开始。微风带着雨后的潮湿气息，我收回视线，直接和他们擦肩而过。林心瑶眼底升起的光芒彻底暗淡，我只是恍然未觉。走到巷口，警笛声响起，我径直推开家门，扑向在沙发上看电视的父母，又将笑呵呵凑过来的毛毛也揽在怀中。母亲笑着摸摸我的头，嗔怪：“怎么大学生了还这么黏父母？”像是又想到什么，她又有些紧张地追问：“不会是发生了什么不开心的事？有什么事一定要跟父母说。”我隐去眼底的湿润：“我没事，妈，就是想你了。过年时我要许愿，我们一家一定长命100岁，永远在一起。”带着毛毛，见我的确没有大碍，母亲才放心下来。父亲身子骨也还很硬朗，也卷起报纸，笑着拍我的头：“你小子，那是你爹的愿望，你呀换一个吧。”
毛毛吊着自己的玩具，也附和地叫2声，引得所有人大笑起来。哈哈，毛毛也听懂了呀，看来这愿望许得不错。窗外微风正早，小朋友嬉笑玩闹的声音从窗口飘进来，我心中一片澄明。我知道，我们都会有越来越光明的未来，我们终将走进自己的人生轨迹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。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